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叫做《快速阅读》，是一本阅读类的工具书。本书一共240页，我会用大概23分钟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来一起学习如何把自己的阅读的速度和质量全面提升。我们从小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阅读，识别文字符号，理解文字传达出来的意思。这个过程呢，它有点像打棒球，前面这个投手就是作者，你呢就是后面拿着手套接球的。那站在你前面随时拿着棒子准备把球打飞的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你多年来养成的一个阅读障碍。很多人就是由于这些障碍没有培养起来阅读这个技能。那阅读它既然说是一门技能，就肯定会有一个高下之分，对吧？就好像游泳一样，最专业的运动员他比我们普通人至少游得快3倍以上。阅读也是一样，受过训练的人他比我们普通人的阅读速度至少快3倍以上，而且呢理解能力会更强。最专业的速读者他比我们普通人至少要快10倍以上。所以说呢，快速阅读它是有方法和技巧的。很多有阅读能力的人他们大多数时候呢都处在一个很原始的水平，就是学会识字识句之后，就是最原始的那套方法，从左往右，从上往下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的开始读。这个其实呢是最原始的获取信息的方法。那这本书呢就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整套快速阅读的方法，帮助我们全面的提升阅读能力。本书的作者叫克里斯蒂安·格朗宁，他先后创立德国格朗宁学院和格朗宁出版社，是研究学习方法和提升阅读效率的专家。下面我就从阅读的心法和方法这2个层面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内容。咱们先看第一部分，阅读的心法。市面上呢教我们快速阅读的书其实也有很多了。公认的最经典的一本书是1940年首次出版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作者叫艾德勒。那本书呢是每个阅读者必读的一本经典书了。在那本书里面呢，作者把阅读分为4个层次：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它分别是什么意思。基础阅读呢，就是说能做到识字识句，能够读懂每句话的意思。检视阅读就是快速浏览一本书，弄清楚作者是干嘛的，他主要讲了些什么，这本书它到底值不值得你花几天的时间来看。这其实呢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还有分析性阅读，就是完整的咀嚼和吸收一本书，把一本书的骨架给拆出来，把一本书的段落和层次弄清楚，把作者想表达的意图和表达的方法整理出来。主题阅读是就一个问题把很多本书放在一块看，找到不同的书之间和这个问题的关联性，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以上说的这4个层次呢，它需要的主动性和能力是逐层升高的，后面的层次包含前面的层次，这个是阅读层次的一个划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快速阅读和前面这种划分方法就不太一样了，它呢是按照记法来划分的。它给我们从神经学的角度解释了快速阅读的原理，还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法和操作方法，非常实用。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作者是如何划分阅读方法的。作者呢把阅读的方法也分成4种，分别是线性阅读、略读、扫读和视读。第一种方法叫做线性阅读法，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字一个字从左往右的读。那这个方法呢是我们最原始最开始学习的一种方法，虽然说它很慢，但是也很有效，适合阅读那种复杂的材料。我们在读到重点部分的时候，也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慢慢的磨，慢慢的想边看，也可以边做笔记。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深理解。第二种方法呢叫做略读，略就是省略的略，其实是选择性的线性阅读，就是呢每一次只读段落的第1行。那这种方法呢它适合预览，比如说我刚拿到一本书，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通读一遍，看看重点在哪儿，确定一下到底值不值得细读。你比如说你要做一个采访，你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了解一个新领域的相关知识，那么呢你就需要用这种方法快速的做一个浏览，做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样呢你在做采访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就有底了？那为什么只读第1行呢？因为大多数的写作结构它的概括句都在第1行。那这个我们待会儿再细讲第3个方法叫做扫读，也叫做查找性的阅读。它有点像查字典，就是找出书里面你需要的观点。你比如说在做分析性阅读的时候，你拿到一本书，它呢不是每一章都需要看的，只需要找到和你相关的问题和你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了，其他章节可以直接忽略。
就是一个查找资料的过程。第4种方法叫做视读，视觉的视，它也叫做眼脑直映式的阅读方法，直接的直，映射的映。那这一串什么意思呢？它呢是直接把文字转化成可以理解的图片的一个过程。你看，我们一般人呢，他接收信息的方式通常有2种，一种是听觉型的，这种人呢，他善于倾听，他们对声音特别敏感，别人给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一听他就明白了，容易懂。还有一种呢叫视觉型的，就是对图片、颜色、对数字特别敏感，他们就很容易就可以把文字直接转化成脑中的场景、脑中的图像。你比如说有人跟你讲了一个什么事儿，你听完了之后呢，你会说这个事情听起来不错。如果你老这么说，那就说明你可能是听觉型的。如果说你的表达方式是这个事情看起来不错，你就有可能是视觉型的。一般人他要么善于听，要么善于看，这2者都擅长的人他也有，但是非常罕见。这2种接收信息的方式它没有好坏之分，它只不过呢就是接收信息的渠道倾向不一样罢了。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呢就是听觉型的信息它接收的速度比视觉型的慢。你比如说，你如果说是听觉型的，你看一行字呢，你需要从左到右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先给读出来，让它先变成声音，然后由声音传入耳朵，然后再由耳朵传入大脑，变成具体的可以理解的信号。那视觉型的人呢，他是直接可以把文字变成脑中可以理解的信号，中间这个听的过程他就可以省略了。那么由耳朵传入大脑的信号和由眼睛传入大脑的信号，它一样不一样呢？这个答案是一样的。好，那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的快速阅读的原理它其实呢就是省去了中间听觉的通道，直接让文字变成可以被理解的信号。那看一段文字呢，它就像一幅画一样，直接就可以理解。那到底怎么样才能练成快速阅读的方法呢？这个呢就需要一些具体的有实操性的技巧了。作者给我们列出了6个技巧。第一个技巧叫做借助手指强行拉快眼球的移动速度。那为啥要借助手指呢？因为手指是最方便的一个工具，你随时都能用。我们的眼睛呢，它在看东西的时候它有个特点，就是必须要盯住一个东西它才能看清楚。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4秒的时间，有点像照相机对准了咔嚓一响拍一张照片，对准了咔嚓拍一张照片。就像我们前面所谓的线性阅读，它的整个阅读的过程它也不是像流水一样的去从左往右的扫过去，它其实呢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聚焦。比如说有一句话有10个字，线性阅读呢就需要眼睛跳跃10次，拍10张照片。那快速阅读的方法呢，其实就是减少这个跳跃的字数。10个字你只需要跳跃2次就应该可以把它看完。那你可能会说了，我跳2次我能看完吗？这答案是完全可以的，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眼睛聚焦范围它其实是一个圆形。当你呢在看一个点的时候，你不但能看到中间那个你聚焦的点，当你在看一个字的时候呢，你也是不但能够看清这个字，你还能用余光看到它旁边的字，包括它上下左右的字你都能看清。所谓的高手他就是在看文字的时候，他的眼睛呢不是一行一行过的，他在走一个 Z 字形或者说是 S 形，就是呢他在读一段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会上下左右的乱跳。他不但是能从左往右看，他还能从右往左看，有的时候呢他会很自然的回跳，就好像看一幅画一样。你比如说你看一幅画的时候，你肯定也不会规规矩矩的从上往下按照顺序来看，对吧？你肯定是乱跳，哪儿吸引你你就先看哪儿。所以说呢，高手他在阅读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在乱跳的，基本上是没有规律的。那刚开始阅读的时候呢，你肯定会不自觉的用老方法从左往右一行一行的来看。那怎么样破除这个方法呢？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用手指辅助，在每一行的文字下面快速的移动，这样的眼睛就会自动的跟上手指的速度。而且呢，用手指快速移动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可以帮助你集中注意力。那你看阅读为什么那么难呢？因为阅读它是静止的，你在看书的时候旁边有什么动静，你立马就被吸引过去了，因为这是无法被控制的，这是我们本能。那用手指快速的移动就可以强行的帮你提升眼球的移动速度，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注意力。那这里说的这个快速移动到底有多快呢？这个得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了。这里呢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技巧，叫做321练习法。这个方法呢是这样的，就找一段文字，在第一遍的时候你用手指快速的移动，在做到能够理解的基础上读3分钟，然后呢记下你完成的位置。在读第2遍的时候，你用2分钟就要把它完成，就是读到你前面标记的那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手指移动速度就自然的会加快。好，
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要用1分钟就完成它。那原来你每分钟大概读300个字，那你现在呢，每分钟必须要读到900个字。这个时候啊，你记住你手指的移动速度，那以后呢，你就用这个速度来移动做辅助练习。那当你每分钟可以达到900字的时候，你又发现你脑中的默读就消失了，就是你在脑子里面那个声音啊，它就消失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虽然说在脑子里面没有声音，但是你对这段文字依然是可以理解的。那这个练习的最终目的，它就是要消除默读的坏习惯。默读是我们快速阅读上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把声音这个通道给去掉，让脑袋里面的声音消失，让读书真正的变成看书。那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方法太难了吧？其实呢，它是我们天生的一种看东西的方式。我们线性的阅读从左往右，这个才是后天培养的结果。那更准确的来说，阅读高手他在看一段文字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在看，他们是在找东西。在找什么呢？就是在找语义单元，也叫关键词。那找关键词就是快速阅读的第2个方法，就是不要以字为单位，也不要以句为单位，而是要以段为单位，一段话一段话的去理解。你要是熟悉写作，你就知道我们那篇文章它是一段一段组成的。那为啥要分段呢？因为一段话它就表达一个意思，如果说要表达2个意思，那它就要分2段，是吧？那写作是这样，我们阅读的时候呢，也应该是这样的。只需要找到一段话中间的关键词，快速明白这段话里面作者想说明什么就可以了。那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呢，它其实就包含在几个关键词里面，其他的词都是辅助的、重复的，都是一些很常见的词，你扫一眼就应该知道它是干嘛的，根本不需要看。那你要问了，那什么样的词它才算作是关键词呢？一般呢是名词和动词。你比如说，有一个红色的苹果，苹果它就是关键词。再比如说，我要去广场放风筝，放风筝就是关键词。就是说一段话当中呢，你会发现你只要把这些关键词挑出来，你只要看关键词，你也能8九不离10的猜到这段话作者想说什么。这就是关键词的一个连接作用。那快速阅读就是要把眼睛快速聚焦到这几个关键词上面，一段话的钥匙你就找到了。那怎么样才能找到这个关键词呢？其实非常简单，这个关键词呢，它不是在开头就是在结尾，而且绝大部分呢它都是在开头。所以前面我们说嘛，一段话你只需要读第1句就够了，一篇文章呢读下来你也能差不多理解这个作者想说什么。当然这个呢只是有一般性，它没有绝对性，有好多段落啊，它那个关键词呢还在中间，这个是很少见的。反正啊，一段话它是有词眼，一篇文章它是有文眼，我们只需要抓住几个主要的关键词，作者的意思啊，它就能清楚地展现出来了。第3个方法叫做拓展视野，一次性读更多的字。这里啊，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练习的小技巧，就是呢拿一本书，然后找一段话，再找一张卡片。那这个卡片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把这一行字呢给遮住，然后快速的上下移动，然后再遮回去，就这样闪一下。然后呢，你的眼睛要盯住这一行字的中间，在闪过几次之后，你的眼睛就要闭上了，回想一下刚才看到的内容。因为文字露出来的时间太短嘛，所以呢，你只能用余光看到旁边的字。这样的练习啊，就可以慢慢的帮助你扩大自己的视野。如果呢，你觉得你这样闪一下，你完全看不清旁边的字，那就说明你获取信息的通道啊，还是以听觉为主，那么你就需要多加练习了。练习的时候一定不要读出来，而且要加速，直到你看一眼就能知道这行字大概说了些什么为止。那第4个技巧叫做主动。为啥说主动呢？因为带着问题去读啊，你的效率才会更高的。阅读呢，它不像看电影，看电影呢是被动的，就是说你躺在那儿什么也不干，你也一样会被电影带着走，你也能明白这其中讲了些什么。但是阅读不一样，阅读呢它是需要用力的，它就像推一块石头上山，哪怕是你读一本特别轻松的小说，你也是需要一点点力气的，你的注意力呢也需要集中，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走神，你就读不下去了。那阅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带着问题去读，就是要不断的问这个作者想说啥，作者写这段话背后他的用意是什么，就是带着预测去读，一边读一边梳理作者的写作结构。而且呢，在读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因为如果你的速度慢了，那么你就容易分神。那为啥速度慢了就容易分神呢？因为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啊，其实特别快。如果你输入的信息速度特别慢或者不够多，它是不会闲着的，它自然而然的会找其他的事情来看。就好像你听一个老教授在慢慢吞吞的讲课是一样的，因为他讲得慢，你就容易瞌睡，你就容易走神做白日梦。大脑呢，它其实是需要源源不断的信息来处理的，它是停不下来的。如果呢你想让它停下来也非常难，你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你才能做到，那一般人都是做不到的。
就好像你晚上睡觉你依然会做梦一样，大脑是需要不断的活动的。所以说主动的、快速的、带着问题的去阅读和理解，就像看一幅画一样，在看的时候同时揣测这个画家的用意，这个在阅读的时候非常重要。第5个部分就是要控制好节奏。那控制好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一味的求快，要在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我们学习快速阅读呢，它不是一味的加快速度，而是要掌握好这个节奏。就好像你问一个老司机说你开车有多快啊，这个司机肯定会说那这得看路况啊，看天气啊，看自己对这个路熟不熟悉，或者说看自己本身到底有没有急事儿，就是需要看一系列外在因素。那需要速度快的时候肯定就是加速了。那如果说你在练习一段快速阅读的方法之后啊，你会发现啊，你的阅读速度至少比以前快3倍以上。那么随着练习越多，你读的会越快。其实呢，读得快啊，它不只和技巧有关系，它和你对这段文字的熟悉程度和文字本身的难易程度啊，还有这个作者的文笔的流畅程度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练习快速阅读，它不是一味的求快，而是在需要快的时候快。你比如说看小说、看新闻、看微信公众号上面的文章的时候，它是属于消遣性的阅读，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快。就好像你在高速路上，你要是再跑个60码，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是吧？但是呢，在该慢的时候呢，要慢一些。你比如说读一些经典的书，读一些难懂的文章的时候，你就需要刻意的放慢速度，一边看一边默读，它是可以的。因为这是能力提高性的阅读。遇到这种情况，你读不下去才是最好的情况。就是说啊，你每读一句话呢，都能对你自己有所启发。你看一段话呢，一下子联想到了什么东西，你需要把书放下来想一会儿，然后再开始读。读一句话要对你有所启发，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好的阅读状态。这种阅读啊，才能对你真正的有帮助。第6个技巧叫做抛掉没有读完的内疚感。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好多人啊，他没有办法快速阅读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说方法问题，而是说他觉得啊，如果我不能从头到尾一个字不落的看完这本书，我就不能完全理解作者的意思。就好像你和一个朋友聊一下午天，第2天在回想的时候，你肯定不能一字不落的记住对方说了些什么。但是呢，他跟你讲的故事，他跟你讲的段子，他跟你讲的观点，你一定会记得。那阅读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看完一篇文章，你没有任何感觉，你什么印象都没有留下来，那你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作者不行啊，这就属于低质量的信息。或者说对于你来说，这个是低质量的信息，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有用。但是对别人有用也不关你的事儿啊，你只需要找到对你自己有用的信息就可以了。所以说，你对一篇文章无感，对一本书无感，那么你就继续下一本啊，千万不要被一本书给套住。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的越多，你才有对比，才能分出好坏。就好像网上流传一句话，你得先出去看看世界，你才能有自己的世界观。所以说呢，放轻松，抱着聊天的心态去看一本书，去掉没有读完就感觉到内疚的心态，用轻松的姿态去阅读，这个呢会对你的阅读啊更加有帮助。上面呢我们讲了阅读的层次和一些实用性技巧，下面啊我们就开始实践，来讲一讲怎么阅读一本书。拿到一本书之后啊，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整体的浏览一遍。就像你进入一片森林，你手上肯定要拿个地图，对吧？最好的方法就是坐上直升机，先在空中转一圈，看看这片森林的整体面貌。那读书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呢拿到一本书以后啊，他一开始就从第1章开始往后读，就是呢抱着那种坚决不剧透的方式在读，一定要一章一章的按照顺序往后走。其实啊，我们在读非虚构类的书的时候，大可不必这么做，因为非虚构类的书，我们的目的啊是要弄清楚想法，不存在剧不剧透这个问题。那要看文学类的书呢，就不需要这样了。比如说，如果看小说，你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是谁，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快速阅读对看小说有没有作用呢？其实也是有作用的，因为以前看小说啊，你是需要先念出来，然后才能理解，就好像你在听故事。当你学会了速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把文字转化成图像，看小说啊就变成了看电影，这样更刺激。反正总之呢，就是拿到一本书以后啊，一定要先整体的浏览一遍，这样呢你才能知道作者建造这片森林的大概思路，哪个地方该快，哪个地方该慢，哪个地方该铺垫，哪个地方重点。具体的方法就是在看书的时候看目录，看大标题，看2级3级标题，就快速的把所有的标题和书中的重点部分黑体字先看一遍，先给自己的心里面画一张图。这个过程啊大概用10分钟搞定。第2步呢叫粗读。如果说把一本书比作一锅肉汤，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里面的肉给挑出来，把精华部分给挑出来。那肉在哪儿呢？这肉呢，一般都在一篇文章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纸质书啊，那就可以在书的旁边标记重点；如果说是电子书，那你也可以把觉得好的文章段落标记下来。总之呢，就是你不要舍不得书。很多人呢，他就把书啊当成宝贝一样，一个字都不愿意在上面涂抹，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书的本质它就是为我们服务的。你知不知道台湾作家李敖都是怎么看书的？他在确定需要读一本书的时候，一般会直接买2本，一边读一边捡，要正面的部分就捡第一本书，要反面的部分他就捡第2本书。一本书读完呢，这本书就被捡得七零八落的，然后一扔，精华部分就被留下来了。以后需要写文章找素材的时候，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个整理书籍的能力。那这就是读的第2遍了吧？读完了之后呢，这本书的大概意思也就明白了个7、8分了。作者主要想说什么，哪一章主要说了些什么，哪一段和你是有关的，是你需要仔细的看清楚的，这个在你心里面都有数了。这个过程啊，大概需要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书扔到一边，然后休息一会儿，让信息在大脑里面自由碰撞一下。那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再把书拿回来看，你会发现啊，那些你没有印象的内容，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就是不重要的。对于你来说，有印象的内容，这个就是重点。这一部分需要精读细读，你可以边标记边做笔记边读。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追求速度了，你追求的是理解和领会。而且这个过程呢，也不需要限时间，你想读多久就读多久。你遇到的经典的书，你可以反复的读，反复的看，这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什么叫经典呢？经典呢，就是你每次读的时候，都会对你有新的启发。这种阅读状态是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这个呢，就是读书的一个大概步骤了。也就是说，要读3遍，有重点的部分仔细的读。如果呢你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是一个读书达人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呢，就是给我们介绍了读书的层次，还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实用的快速阅读的方法。它的原理呢，就是把文字直接转化成可以理解的图像，改掉默读的习惯，可以大幅度的提高阅读速度。另外呢，他还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的具体的操作方法，包括利用手指辅助，包括3-2-1练习法、目光跳跃、拓宽视野、控制节奏，而且呢还介绍了阅读一本书的3个具体步骤：预览、粗读和细读，都非常的实用。实际上呢，阅读能力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如果说你在互联网时代，在这么一个到处都是诱惑的时代，你还能保持阅读一本书的能力，那么你就掌握了一个跨时空和牛人聊天的技能。而且呢，你身后就有一个巨大的参谋军团，在你遇到选择和困难的时候，出来给你及时的出谋划策。你掌握了一个从信息源头获取信息的能力，而这一系列的因素积累起来以后，经过时间的累积，一定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